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在前一话的影片中，我们已经把漏水的浴室修好咯，瓷砖和墙壁也已经完美的恢复原状了。但这次的漏水把隔壁邻居的地板给泡了，屋主还必须赔偿隔壁邻居的损失。接下来小李哥就借着这次的案例和大家分享，在温哥华住公寓有什么一定要注意的地方，才能防止类似的风险发生。还没有看过前3话的好朋友，欢迎您先点击观看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们先简单的从法律责任的关系来看看这次的赔偿责任。恩君的单位漏水，泡坏了隔壁单位的木地板，所以恩君是责任义务人，隔壁的屋主是责任权利人。说白话，就是恩君只要负责赔偿隔壁的屋主就好了。但是真正住在隔壁的是租客，租客有权利向房东求偿生活损失，也就是按理说，隔壁的屋主要先整合房屋及房客的损失，再向恩君求偿。但是隔壁的屋主远在中国，而且又正好在漏水发生的前几天过世了，一下子他的房客也不知道找谁处理，只能透过租房经纪向大楼的 Strada 施压。Strada 也只能给恩君压力，希望恩君出面处理。恩君一来是出于同胞情谊，二来也是迫于无奈，只好自己出面和邻居租客沟通。但是邻居租客赔偿漫天要价，恩君既没有议价的立场，也当然没有议价的权利。这场的协商是注定要失败的。租客主要的索赔的理由是泡过水的地板可能会发霉，影响健康。木地板只要一天不修好，赔偿的成本就会一天一天的增加。本来恩君和隔壁屋主的家人商量好，要先把泡水的地板换掉来止损，但租客也用影响居住权利为理由，拒绝恩君直接联络他，也拒绝师傅入屋施工。故事做到这边，我们先来看看，在温哥华住公寓，如果遇到这种事，比较正确的处理步骤。我们先假设房屋已经过建商保固了，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您第一个要联络的是大楼的 Strada， 优先紧急处理，减少伤害。再来，你要联络保险公司，大楼的公共保险都会有一个 deductible， 就是自付额，也有人叫做垫底费，这里我们就统称叫自付额吧。用白话来说，就是房屋的损失只要少于这个金额，您就得自行支付损失，或是您可以依照大楼的自付额再去买你个人的房屋保险。比方说，如果您住的大楼保险的自付额是10万，如果发生的意外赔偿成本是8万，大楼的保险就不会启动，您必须自行支付这8万元。当然，绝大多数的人会依照大楼的自付额再去买个人的房屋保险，由个人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这8万元的风险。更简单的说，保险公司会代表您来处理赔偿的问题，甚至民事求偿的出庭。像这种漏水的案子，保险公司会安排一笔款项用来支付住户暂时搬家以及租房相关的费用。这样一来对租客比较公平，二来也减少后续可能衍生的赔偿问题。住户搬家之后，保险公司会安排维修的估价，您可以交给他们维修，也可以请保险公司直接理赔金钱，自己找施工队来维修。但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主要是参考他们自己的估价，再打个几折赔给您。所以如果你想着要赚中间的差价，那您就别期待了。
有保险公司介入处理，就会相对的省心很多。每个公寓的自付额都不同，您可以参考大楼的 Strata Policy， 依照正确的自付额去买自己的房屋保险。这一次的故事中，恩君就是没有自己买保险，大楼的自付额又高，所以他只能自己站在风口浪尖去处理这些麻烦事。最后帮大家画一下重点，帮助您避免发生类似的事情。第一，收到新房子之后，一定要尽快使用房子的每一项功能，在保固的时间内发现房子的隐藏问题，请建商负责处理。第二，遇到房屋赔偿的问题，一定要记住法律上的相对关系，您只需要面对另一方的屋主，和屋主协商赔偿的问题。如果和这次的案例一样，房子实际的居住人不是屋主本人，租客要求的赔偿问题也只能由房主来解决，千万不要自己私下的去解决问题。第三，房屋保险一定要买足够。其实如果您房子有贷款，银行一定会要求您投保足额的房屋保险，但是我还是常听到有不少人会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少买保险，少交保险费，但这样一来，您就是把自己放在了最危险的情况之中。一旦房子出了问题，所有的损失您都可能要自己买单。有时能花钱消灾还是一件幸运的事。损害赔偿是一个专业的法律问题，一旦求偿的事上了法庭，付出的时间和精神的消耗才是最巨大的损失。总之一句话，保险千万不能省。这一场公寓漏水维修的案件，我们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咯。关于房屋漏水维修或是房子损坏赔偿的相关问题，大家如果还有不懂，欢迎您在下方留言，我们再进一步的讨论哦。下一话的故事，小李哥想来说说房屋隔间的案例，请您一定要订阅关注我，并打开小铃铛的全部通知，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哦。如果您喜欢小李哥的影片，也欢迎您点击下方的超级感谢，用一杯咖啡的价钱来支持小李哥的创作。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拜拜。